千万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做好布防。好，将军，白姑娘起了吗？白姑娘一夜未眠。什么？一夜未眠？我真担心白姑娘的身子挺不住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知道了，是毒蜂。毒蜂？上将军，请看，这典籍中早有记载，百里茂林中有一种特殊的毒蜂，它毒性奇强，可以夺人性命。之所以生活在百里茂林，是因为百里茂林里有他最喜欢的三花树。三花树毒液可以引发毒蜂狂性，用其汁液熬药饮用，却可以解毒。要攻城，只要将三花树枝用弓箭射进堪布，再放出大量毒蜂，守军将士必定死伤过半。等毒蜂进去后，晋军再上，即刻便可突破梁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过，从前要进入百里茂林的人，都会以三花树枝叶煎药服乳，以防备毒蜂袭击。只要禁军众将士预先喝下这种草药，就不用担心被毒蜂误伤。假如楚北捷想用毒蜂攻击我军，一定会命人暗中砍伐树林。而为了避开我们的探子，他们就必须就地熬制解药。竟然还有这样的计策！是啊，这样的计策听起来虽然匪夷所思，但这也恰恰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楚北捷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，擅长用最少的兵力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战神这个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呀。沙场上能和这样的良将为敌，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是。将军，启禀上将军，末将已经查过了百里茂林，发现禁军在里面砍桑花树枝熬药，他们保留了树林的外貌，从外面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。被砍的树枝已经干了，怕是前几天已经开始了。果然如姑娘所料。传令，把百里茂林剩下的三花树全给我砍回来。是。不必了。熬制三花树枝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，若是他们从前天就开始砍树的话，恐怕早已经完工了。天已经快亮了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？上将军也不用担心，娉婷从姑臧出发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日。在战场上遇到楚北捷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不头疼的。我们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这么说来，上将军必须要在堪布城找到一张琴，不缺弦可以弹的琴。什么？每个人都喝啊！是。好，那都喝了。是。不然会被毒蜂蛰的。是。喝完之后去那边取剑。我带上啊！来，你的。好，记住了啊，一定要听号令使用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啊！下一个，来，快！给我一个，快拿好，带上。好，这个，给。好，拿着，给。王爷，毒蜂性情凶猛，一旦攻击起来，恐怕连白姑娘都不能幸免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把剩下的解药都带上吧。不过我想应该用不上。昨夜梁军的探子入林侦查，说明他已经猜到了我的计策。只要他能猜出来，就一定能阻挡。
既然他敢来堪布城，娉婷不会让我失望。王爷，时辰已到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热血沸腾、满心期待。今天一定是特别的一天。堪布攻城一役即将成为我永生难忘的一役，我志在必得。出发！是。王爷，是否立即释放毒蜂啊？暂缓。弦断了。王爷，这是第2根了。传令，退兵30里扎营。是。
这就是你的御敌良策吗？则隐活腻了吗？居然命你一人出现在我数万大军面前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任凭他们这么糟蹋你吗？王爷，娉婷才是这一场仗的主帅，和泽隐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又何来糟蹋一说呢？再说了，不管计策的好与坏，只要能让王爷退兵，就是好策。娉婷这不是做到了吗？攻心之计，胆大妄为。若是王爷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毒蜂之计害死了娉婷，那恐怕就会激起梁军最后的热血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能拿下堪布城，城中的所有军民，恐怕都会让你们伤亡惨重的。再说了，若是梁国百姓知道我一介女流之辈，为了保护堪布城而被你残忍杀害的话，想必梁国所有的百姓和将士都会奋起反抗的。哀兵之勇，王爷，你要比我更清楚吧？如果激起了一国人民的热血，就算有再强的兵，怕是王爷也镇不住。所以你就以身犯险。若不是王爷剑走偏锋，娉婷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确实是下策。你在逼我退兵的同时，也对全天下通告了我楚北节的致命伤。经此一战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楚北节心之所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绝对不会让白娉婷成为我的牺牲品。你是谁？朕北王命我来送你上路。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。娉婷原以为王爷之言句句真心，没想到也只能付之一笑。王爷如此哄我，难道是因为怕输吗？这本王问你，晋梁大战与你何干？为什么要帮大梁人？大梁并没有去截杀大晋的商队。没有。没有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。若是大晋主公无心侵占，又有谁能推得动呢？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，我也不逼你。这一局你赢了，我输给你3个时辰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来亲手生擒你。娉婷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王爷失望的。堪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而梁军也转移到百里茂林。你的空城计已经唱完了，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离百里茂林不近，上马吧，我送你一程。多谢王爷好意，不用了，娉婷自己会走。3个时辰之后，我们才是敌人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
去吧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不跟泽英打招呼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见面。怎么？这么看着我，舍不得？还是想跟我一起走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，完全看不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的心对你完全敞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进来看看。你看，你都不愿意来看，却抱怨看不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两军对垒，你我是双方主帅，还请王爷不要再胡言乱语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放开！楚北杰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若是这一战，你真的因我而死，我一定会随你一起去，把这条命赔给你。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白姑娘那招真是太险了。假如王爷出手，岂不给世人留下用毒物加害手无寸铁女子的印象吗？王爷一代名将，光明磊落，一旦蒙羞，那岂不是严重打击了我军上上下下如虹的气势吗？真想不到，白姑娘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不留余地。还好你没有下令攻城。即使没有这些理由，本王也不会下令攻城。失去白娉亭，将是我楚北节最大的遗憾。区区一座堪布城，怎么能记他半根头发？不，那王爷，那咱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打！3个时辰之后出兵。不对啊，王爷，即使不用毒蜂，只要白姑娘孤身站在城楼上，我们便发动不了进攻。仅仅是射在城楼上的乱箭，也能置她于死地啊！谁说我们要攻城了？啊？不攻城了？命所有士兵备足粮草饮水。我们要进入百里茂林。百里茂林？诺然，如果换成了你是梁军主帅，你会怎么应对晋军？王爷，行军打仗在外扎营，向来都选择靠近河流小溪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士兵战马取水饮用，会抢先站稳水源，在水中下毒，让敌军失去战斗力。之后再利用山林掩护，分拨游击，阻止我军上山。
上将军，白姑娘，楚北捷已带人入林，现已至点清峰山下。点清峰下，我刚正与上将军商量，他在点清峰山顶扎营作战。这里便是点清峰6条清泉的水源。若寒将军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山腰处，在这6条清泉中下毒，断了敌军的水源。白姑娘好计策。楚北捷初入百里茂林，对当地的地势并不了解。我们在他们弄清楚之前，先在水中下毒，一旦断其水源，他们一定支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无法找到无毒的水源，怕是军中只会奄奄一息，军心涣散。到时候我们在天色的掩护下率军杀入，也让楚北捷尝尝我们大梁男儿的厉害。点清峰是百里茂林的制高点，也是山中所有水系的源头。梁军帅帐定会驻扎在山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任何人饮用山间泉水。战争，战的是人，算的是心。我这一招啊，若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定能成功；可若是用在楚北捷的身上，我也没有几分把握。姑娘，为何用在别人身上可以，用在楚北捷身上就不行了？只因为他是楚北捷啊。若我们的对手不是楚北捷，早就不用在这里苦战了。百里茂林，沿堪布山脉延绵近百里，范围极广。即便梁军有5万之多，可一旦藏进茂林之中，若按寻常方法寻找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踪迹也难如登天。楚北捷思虑周全，他出来堪布，就在百里茂林吃了我一次亏，之后就立刻想到用百里茂林来反攻，还想到了用毒蜂攻城这个计策，害我们险些中计。如今，他又怎么可能不派人先探查清楚，掌握百里茂林的地形？默然，你将我军兵力分为6支，互为养护，互通信息，分别沿点清峰的6条水脉建立营地，但不能扎营。梁军必定会派探子在外游弋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袭，等蛇出洞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若是我们以为仅仅占据了一个水源就能让楚北捷栽跟头，那今晚被俘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们想的太少了。将军，还请你立刻派几拨人出去探查敌军在哪里扎营，一旦有消息就立刻汇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是要仔细小心。王爷，这是诱敌之计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？即便我军沿着河流建造营地，这也只是在撞运气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攻击我们。王爷，此计最适合与敌军周旋，但是我们的粮草和饮水都很有限，一旦耗尽，岂不是正中敌人的下怀吗？王爷，为什么不速战速决？如果能不战而速决，岂不更好？不战速决？除此之外，我军还应该派出小股的队伍，在山林里四处散开，去搜索敌军的踪迹。一旦发现敌营，就从4面8方开始骚扰，这样也可以模糊敌军的视线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扎营。在骚扰之下，也可以让敌军分身乏术，以拖延时间。我们已经切断了敌军的水源，再加上这样的拖延战术，此战便已胜了大半。若寒明白。
白姑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在点清峰山下有很多禁军的营地。我跟若寒将军商量过之后，决定突袭营地，探清虚实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扑空？我率兵过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空了，只有一些刚搭建起来不久的锅灶，堂子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烧过火。一开始我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可是接二连三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是邪了门了。白姑娘，禁军神出鬼没，咱们的士兵都开玩笑说，难不成禁军会遁地之术？这世上哪有通天遁地之术啊？不对。白姑娘，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？掩护？掩护？道理很简单，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，而我们又是突袭，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。白姑娘的意思是，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，而是在跟我们周旋。正是。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，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，只有粮食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，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？白姑娘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说不定只是敌方的哨探比较厉害，早就已经探知了我军驻扎的地方，从而得知我军的动向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楚北捷已经猜到了我们在水源中下毒，就必然会猜到我们定会给自己的军士留下水源。而这一路算上来，真正的点清峰水源上游，就是这点清峰山顶。如果我是楚北捷，必会直指着点清峰山顶而来。可点清峰的半山腰早已埋伏着我们的人，若楚北捷带人上山，立刻会被发现，又何来掩护之说？上将军，这点清峰除了我们的步兵之处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山顶？有，云崖索道。云崖索道直通点清峰峰顶，但索道狭窄，再加上山间湿滑、峡谷风大，十分危险，早已被废弃。如今只是猿猴蚁兽的捷径，要想过军队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白姑娘，难道你担心的是这条已经废弃的索道？于旁人无用，可于楚北捷倒是未必。我们身处的点清峰顶，虽然占了一定的优势，有重重保护，可唯一的弱点就是无法屯兵，不堪一击。一旦敌军攻上来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被动。所以，既然有这条索道，我们就不得不防。
上将军，命你带1万精兵，在山腰处包抄围截。若遇见敌军，就让他们务必停留在避雷峰区域。得令。若寒将军，末将在。你另派100精兵去割断云崖索道，不要让敌军上点青峰顶。是。白平亭，白平亭，前面是深渊，你若跳崖，禁烟的5年契约立即失效，不管是粮是烟，将被我夷为平地。平婷，平婷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救我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的命是我的，谁允许你这么做？你不是想我死吗？啊？娉婷知道，娉婷一再为难王爷，能活到今日，已是王爷的恩典。王爷当日派人来杀我，为何今日当面又惺惺作态，不允我了断了自己？我何曾派人杀过你？
此事我无法跟你解释，但这次我是为你而来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就先杀了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正是因为相信，所以才痛苦。你追我赶，躲躲藏藏，何时才能停歇？王爷。不累吗？我终于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娉婷累了，娉婷真的好累。不要再隐藏了，跟我走好吗？摔的地方还疼吗？怎么，还在生气？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输给我，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能问问你军中之事吗？问吧。你打算如何处置泽隐将军？他是我的朋友。我有说过要处置他吗？我若是要处置他，我怎么孤身一人独闯云崖索道？我早就知道你们会在水中下毒，全军发动突击，我才偷偷的来取你的营帐。所以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避免杀戮。你不也是？以一人之力护一城之人，天下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女子能有你这般胆识。我这命真是……你的命怎么了？太好了。可如今泽隐知道你一人独闯点青峰顶，必会派兵来援救。想必此间，这山林尽是良兵。王爷，找地方避一避吧。你是在关心我？谁要关心你啊？你还记得你曾经对月起誓吗？当然。当时你真的吓到我了。我想，你要么是身负重伤胡言乱语，要么你就是色迷心窍的登徒子。哪有人认识2天就赌咒发誓的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
是认识2天，这誓言20年前就已经在我心里许下。这20年里，楚北杰从没忘记过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白娉婷，我楚北杰今生只爱你一人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随，月下盟誓，永不相负。娉婷愚昧，直到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你，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娉婷的心早就给了你，我伤了你那么多次，你却不离不弃。如今我又怎敢辜负？剩下的愧疚，娉婷定用余生回报。月下盟誓，永不相负。撤！撤！快走，他们追来了。走上马。来，跟我走。从此你不姓白，随我姓楚。北杰，有你一声北杰，什么都值了。三将军，楚北杰把白姑娘劫走了。一定把白姑娘给我救回来！撤！快，跟上！快！糟了，他们快追上来了。让他们追吧，就是千军万马、刀剑相向，我也不在乎。你在我怀里就好了。可是他们这样穷追不舍，定是以为你劫持了我。我得去拦住他们。你一个人更容易脱身，放我下去。白娉婷，你总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当着本王花言巧语，片刻又出尔反尔。是谁说的再也不离开本王？现在又说要我一个人脱身，我已经上了1次当，不会再上第2次。坐好了，这。姐，快放开我！
贝姐，贝姐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下面有火光，他们应该还活着，快，绳索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严重？要是找不到草药，伤口会发炎的。你赶紧躺下，躺下。别去！这么大的雨，你什么也找不到。我死不了，没事。可是，索道，是你派人砍断的？是我，我命人砍断索道，为了防止你攻上大营。可我没想到你速度这么快，我的人都还没有到，你就已经上了点清峰顶。阴差阳错。原来你为了跟我跟不到，你还是要取我的性命。好了，好。我没有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。傻娉婷，我吓着你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输给自己的女人，我很骄傲。贝姐，我说过，你愿意叫我一声贝姐，我什么都值了。你烧得好厉害，你真的很美。你快躺下吧。
生也把你我沉香温柔以对。等等风景，等等来时的仓促，就是像是今生故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未知又何妨？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。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贝姐，贝姐，贝姐，关不完，却道放矢。心如雨纠缠，与你点阑珊。用一生相爱，仿佛一夜带路的光，映射城墙。如果回忆无常，就握紧我。婷婷，向世间讨一位出色的美，夜如水，风如泪，爱如悲，从不害怕梦退，向谁偏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沉香温柔以对。等等来时的仓促，就是像是今生故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未知又何妨？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。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纠缠，与你点阑珊，用一生相爱，仿佛一夜带路的光，映射城墙。如果回忆无常，就握紧我。等风吹来，再多一年，从今以后，平听心处。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，就这样一生流浪，一生徜徉，某年某月，你心之所往，会处处留下。是我们的爱，城内的光，城外的墙，风景怎样？情深就如初阳，又是一朝新的春光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痴痴的，还爱着，梦见了未盛开的。娉婷，干嘛？让我看看你。你的衣服早都干了，赶紧穿上吧。
我采了一些草药，好像缺了一味。昨晚发生的事，你不打算负责任？刚退烧就欺负我，早知道就让你一直病下去了。若病着便由你照顾，我倒希望可以一直病着，一直让你照顾。你笑什么？我向你堂堂镇北王，居然甘心情愿当一只病猫。若你一直病着，就用不着我这个江湖郎中了，倒是应该找霍神医给你下一剂猛药。不管什么药，药引子只有一味。我。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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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姑娘。上进去！这有很多蝙蝠尸体，还有大火烧过的痕迹，想必就是我们在悬崖上看到的火光。一定有人来过这儿。这些枯木堆也不像是自然形成的，是人为堆起来的。白姑娘本应该坠落在此，但现在人却没了。白姑娘一定还活着，可能在这里遇到了蝙蝠，所以就放火烧死了他们。这只蝙蝠断骨整齐，一看就是个用剑高手。放火的不一定是白姑娘，也有可能是楚北杰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两个人应该都还活着。兄弟们，打起精神，咱们再仔细的搜一下。是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你在哪儿啊？美人如玉，青丝如瀑。以后，每天我都要为你画眉梳头。你一个大将军，成日里不想着带兵打仗，却想着为女人梳头，这要是传出去啊，恐怕大晋上下都要笑你。那时候，估计他们都要指着我的鼻子，说我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妖女了。你就是妖女，迷得我神魂颠倒，日思夜想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下了什么蛊？可不可以给我再下一回？行，那我得先变成妖女才行。狡猾的家伙，贫嘴的家伙。我一直想不通，自从你统领了梁军，一直在行拖延战术，你们在等什么？我在等晋王公的消息。王公？放心，不会是什么大事的。王公会传来什么消息？你要记住，不管王公传来什么消息，到最后只是一场误会。回去你就知道了。娉婷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伤害与你有关系的任何人。王爷，回去吧。回去看看我真实的心意。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能是大晋的镇北王，你也不能是晋安王府的白娉婷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都要好好考虑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哎，你们去那边再找找。是。白姑娘，我去看看。
是梁军。怕是让他们找到你，连我也护不住你。我先迎出去，他们找到我之后，应该不会继续大范围搜索。我们一起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摆脱他们，然后去大晋找你。我不能让你再从我身边离开，一刻也不行。泽隐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再有任何人流血牺牲了。我很安全，不会出事的。我会马上去找你。是若寒吗？我在这儿。你相信我，我绝不食言。别让我等太久。白姑娘，若寒将军，白姑娘，是白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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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白姑娘，若寒将军，白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虽然从索道上摔了下来，还好这崖底有很多枯枝腐叶，才不至于伤及筋骨。只是在下面遇到了一些吸血蝙蝠，我身上也带了一些打火石，才逃过了一劫。白姑娘没有大碍就好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有事，白姑娘真是老天爷保佑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那就借若寒将军吉言了。上将军呢？啊，末将与上将军分头寻找，只怕这会儿上将军还在山上寻找。啊，那赶紧派人去禀报上将军吧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我们按原路返回，赶紧回军营。是。传令，收兵整队，我们送白姑娘回营。回营了！回营了！送白姑娘了！回营！白姑娘，末将已经派快马回营禀报，上将军得知白姑娘平安无事，十分高兴啊，说晚上率领全军为白姑娘庆祝。上将军有心了，不必如此费心。哎，怎么会呢？上将军都说了，这次晋梁大战，若没有白姑娘主持大局，镇守帅营，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更何况，姑娘甘愿与敌军主帅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啊，呸！你看我这张笨嘴，姑娘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末将的意思是，姑娘果敢刚强，能及常人所不能及，就连我们这些男子汉，都自愧不如。为姑娘庆功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再说军中的将领仰慕您已久，大伙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热寒将军过奖了，姑娘当得起如此赞誉。只可惜，到底还是我们让姑娘受了委屈。如果末将的速度能够再快一点，姑娘可能就不必受如此大的惊吓，所幸周全无事。热寒将军言重了，两军交战本来就是动一丝则牵全身，要错已是娉婷的错。热寒将军接令之后没有任何的过错，请将军不要把过错都归到自己身上。白姑娘不必替若寒推辞，若寒哪是那种会把错往自己身上揽的人。既然我认错，那一定是错。您交代末将去切断云崖索道，可末将动作还是没有储备结快。在我们做好准备之前，他就已经过了索道，竟让他直入大营，还掳走了姑娘。还是要多谢各位将士齐心协力。白姑娘，我们的人一直没有找到储备节，他与你一起跌落山崖，你可知他的下落？他是不会死的。山下今年累积的枯叶救了我，也同样会救了他。若寒将军也不必再派人去找了，秦军很快就会撤兵的。
白姑娘，这话有几成把握？